川普这位关税之王又开始发威了。2月4号开始，中国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统统加收 10% 关税。这消息一出来可不得了， A 股直接就躺平了。但是啊，这 10% 的关税在川普眼里还真就是小菜一碟。咱们来听听这位大佬放的狠话，这 10% 只是开始，要是谈判不顺利，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呢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变相说 60% 关税已经在后院等着了吗？有意思的是，中国这边的反应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记得前几年中美贸易战的时候，那可是战狼满天飞呀。现在呢，商务部就轻飘飘地说要去 WTO 告状。我直接笑喷了， WTO 现在连牙都没了，早就成了只会嗷嗷叫的老虎。而且从川普第1任期开始， WTO 的贸易争端机制就已经瘫痪了。这不是去找个瘸子帮忙推轮椅吗？更妙的是，国际知名投行已经给出了一份伤亡报告，就这 10% 的关税就能让中国 GDP 少涨 0.3 到 0.4个百分点。等等，这还只是保守估计呢。如果再算上美国经济放缓导致的出口下降，那中国的通胀率还得再掉 0.2个百分点。而且你们猜怎么着？中国最近的经济数据本来就不咋的，房地产都快贵了，制造业萎靡不振，老百姓省吃俭用。现在川普这一脚又踹过来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这就好比你感冒还没好，突然又被人推进了冰水里。但最搞笑的是什么？北京这边已经开始准备是好礼物了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中方打算重提2020年那个史上最伟大的贸易协议，就是那个承诺2年要多买2000亿美元美国货，结果连 58% 都没完成。你说你上次都完不成，这次再许诺谁信啊？再看看人民币，1月底还在那儿嘚瑟呢。这会儿瑞银都说今年底美元对人民币可能得到 7.6， 这汇率跌的比过山车都刺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或许还真是中国现在唯一能用的招数了，把人民币贬值，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对抗关税。您说说，这是不是比看连续剧还精彩？而且这才刚开始呢，后面还有更多瓜要吃。要我说啊，现在的中国就像是在走钢丝，一边要哄住川普，一边又要顾及面子，这钢丝底下还是刀山火海，这戏可真够精彩的。说到贸易谈判啊，咱们得看看北京这次准备了什么诚意。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，中国高层已经迫不及待要跟川普坐下来聊天了。你说这是为啥？还不是因为经济实在扛不住了吗？我给大家掰扯掰扯北京准备的这几个诚意。第一个诚意是说要在美国加大投资，重点是电动车电池领域。我直接笑喷了，这不是把脖子往人家刀口上送吗？大家想想，前2年美国各种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时候，什么理由？不就是担心国家安全吗？现在你说要去投资人家的电动车电池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第二个诚意更逗，说是承诺不会通过贬值人民币来获得竞争优势。好家伙，这话说的跟没说一样。现在人民币都跌成啥样了？瑞银都预测今年底要到 7.6， 你这是先把人民币贬到位，再说不贬值，这不是典型的把人搞晕了再下手吗？第三个诚意说要减少芬太尼潜体的出口。且慢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可是川普这次加征关税的主要理由之一。有经济学者分析的好啊，中国政府要是真想进，那是分分钟的事。但为啥一直拖着不进？因为这就是跟美国谈判的一张牌呀。这不，外交部都说了，你加关税，那禁毒合作就得受影响。这话翻译过来就是，你打我一拳，我就放松管控一点，看谁扛得住。最逗的是第四个诚意 TikTok 问题。北京说要把 TikTok
当成商业事务来处理。这话说得多漂亮啊！但是大家注意了，算法能不能交出去，那可是另一回事了。这就跟说我把房子卖给你，但是房子的钥匙给我保管一个道理。你说这房子到底是谁的？而且啊，北京这次着急见川普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4月1号的大限将至，川普已经下令联邦机构去审查跟中国的经济关系了。说白了，就是要盘点家底，看看还能往中国身上戳多少刀。这个审查结果能好到哪去？川普新提名的商务部长霍华德就放话了，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竟然规避了美国的芯片管制，这是必须非常强烈的回应。这话说的都快赶上当年战狼的调调了。而且华盛顿现在是两党难得一致的反华，这次要是真出台新政策，那可就不是加个10%关税这么简单了。据说在考虑的措施包括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关税，只要产品里有中国零部件，统统加税，继续收紧对华技术出口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数据，上次中国承诺要多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，结果连58%都没完成。你说这次就算谈成了，谁信啊？这不就是画个大饼给川普吃吗？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上次那个贸易协议要求中国每年增加33%的美国商品进口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比中国加入 WTO 以来的正常增速整整高出2倍，这不是在玩火吗？最近这些动作啊，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咱们来看看川普这次的关税大礼包都送给谁了。加拿大、墨西哥是25%，中国是10%，这差别待遇有意思。更有意思的是各国的反应。墨西哥女总统一开始也是嘴上硬气，但转眼就跟川普达成协议了，答应派1万士兵去边境堵芬太尼。人家这叫身段柔软啊。加拿大倒是硬气，两党都说要跟川普干到底。但你猜怎么着？最后加拿大和墨西哥都获得了关税暂停令，就中国还在那儿憋着劲儿呢。说到这儿啊，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，为啥这次中国这么着急想跟川普谈？有位知名国际经济分析师一语道破天机，中国人非常乐意参与协议谈判，但目标根本不是谈成什么实质性的东西，就是想找个法子让美国少打几拳。这话说的大实话。但是啊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，连这种挨打少一点的目标都不一定能达到。为啥？因为川普团队里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商务部长霍华德见到中国科技就想非常强烈的回应。贸易顾问纳瓦罗那是出了名的对华鹰派。财政部长贝森特倒是温和点，但人家说了，得补齐这4年亏欠的账。就这阵容，你觉得能谈出好结果来吗？这就好比你欠了一屋子债主的钱，现在债主们开会要账，你派个谈判代表过去，结果发现主持会议的是讨债公司的总经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最绝的是，现在不光是贸易问题，连巴拿马运河、电动车、金砖国家的去美元化，甚至国际储备货币地位，川普都要掺和一脚。他警告说，谁要是敢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，那就等着100%的关税伺候。这是要把中国往死路上逼呀！我查了下数据，2023年美国贸易逆差是6484亿美元，你猜中国占了多少？将近1半。就这还不算通过第三国转口的呢。现在好了，10%关税先来一下，再威胁60%关税，这不是要命吗？说句大实话，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是个重感冒的病人，房地产躺在 ICU， 地方债务快成了脑梗，消费信心在打顶低，年轻人失业率高的都不敢公布了。
这时候川普再来一记关税重拳，这不是要把病人打进重症监护室吗？最后啊，给大家来个总结，这次关税大战跟以前不一样，一，中国底气不足了，连战狼都改吃素了；二，美国是有备而来，4月份那份审查报告才是真正的核弹；三，别的国家都谈好了，就中国还在死扛；四，经济基本面比以前差多了，抗打击能力明显不如从前。我估计啊，这是最后的结局，8成是中国得像墨西哥一样服软，但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墨西哥大得多。毕竟现在的中国可经不起太多折腾了。